這是一處藏在北京植物園裡的冷門古建築群，寺內收藏着一尊54噸重的元代铜卧佛像，所以被稱為卧佛寺。此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，之後在清代得到了重視，也被全面重修，所以現存的建築基本是以清代建築為主。同時在重修的時候，它還得到了另一個名字，叫做十方普覺寺。這地方票價不貴，單買才5元錢一張，但位置比較偏僻，一般人們都是到了国家植物園，來都來了才會順便逛逛它，很少有人會單獨為了它往這邊跑一趟。如今的卧佛寺既是全國重點文保單位，也是我們在春天踏青路上的目的地之一，以及今天又是穿明制漢服逛北京的一天。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汉服同袍红子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红子。这一次一定点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這個地方是北京國家植物園裡的卧佛寺啊，一會兒我們好好的逛一逛這兒。我們是2026年3月底過去的，剛到卧佛寺門口就看到了一棵百年老樹，而卧佛寺的入口則是一座4柱3門7樓的非常厚重的琉璃牌楼，它正面寫的4個字是同參密藏，意思是請列位諸公一起鑽研領悟這世間最為幽深的佛法真義。然後我們刷票進門，走進院子的內部，然後回頭看牌樓的內側，它寫的是具足精言，指的是要做到功德圓滿，心念純粹，身心清淨莊嚴。進門後的第一個看點是卧佛寺的放生池，我去過的古剎不少，但這還是第一次見到放生池的實物。它這個造型很像是文廟裡的泮池，也就是半圓形的，中間還有個橋，很容易被誤會為狀元橋。它的半月形造型或有未圓滿之意，指萬事只求半稱心，不求絕對圓滿。而附近的花則是卧佛寺的臘梅了。我們去時已經快過季了，而左右兩側則是並不開放的鐘鼓樓，這也是寺院的標準配置。現在我們準備奔向卧佛寺的山門殿，仔細看它的門窗，發現全都是捆門的形狀，內中供奉的是哼哈二將。另外能看出來北京人條件好，連哼哈二將都有不少贡品，甚至贡品裡還有荤腥，有肉類和奶制品，另一邊還有德芙巧克力，讓哼哈二将盡享絲滑。看完這些，我們繼續往前走，然後在下一進院落的右側看到一塊民國24年的重修西山普覺寺碑，與之對稱的則是一塊無字碑。它的下一座大殿是面阔3間的天王殿，其屋頂為單檐歇山頂，而且它和山門殿還是分開並立的。而天王殿前的臘梅看着不起眼，但看了牌子後發現它就是1300年的唐代古臘梅，想來這就是寺內的第一古物。而殿內正面仍然是天王殿應有的彌勒佛，兩側仍是應有的4大天王。天王殿內一定要有天王，大部分天王殿都符合這條規律。而背面則是以寶杵主地的為陀，配置中規中矩。參觀完天王殿，我們繼續往前走，此時左手邊是一座面闊3間的祖師殿，屋頂為單檐歇山頂，殿內中間供奉達摩祖師和2祖慧可、3祖僧璨，另外2個單獨的造像分別是6祖慧能和百丈懷海。對面是一座規制相同的伽藍殿，造像是波斯匿王居中，兩側為支陀太子和給孤獨長者。這位給孤獨長者曾為佛陀建下智圓精舍，供其講經說法。大殿的側面則是關公和關平周倉，這是真正的伽藍菩薩。另一邊還放着個維陀，不知是何意味。在參觀正殿之前，我們先簡單看一看殿前兩側的大石碑。右側的大石碑是御制十方普覺寺碑文，這是雍正臨死前1年給這座寺院立下的碑。仔細看，上面還有紀念他的13弟怡親王胤祥的字樣。另一側的大石碑是一塊乾隆年間的修繕碑，看完落款後發現這也是一塊御筆碑，寺院在清朝的地位不言而喻。看完這些，我們準備登上月台來正式參觀正殿，也就是三世佛殿。頭頂上的牌匾寫着雙林燧鏡4個字，取的是釋迦牟尼於娑羅雙樹間涅槃之典故。殿內右手邊供奉的是阿彌陀佛，中間是釋迦牟尼，另一邊則是藥師佛，合到一起就是橫三世佛。兩側的造像則是18羅漢，後邊則是倒坐觀音，這是非常嶄新的造像。越過這座大殿，就看到了面闊3間的卧佛殿，其屋頂為單檐歇山頂，上覆綠色琉璃瓦，黃色剪邊，上方懸掛的匾額星月橫明，是老慈禧的書法。到了這個時候，這個寺院最重要的看點，也就是卧佛，已經在我們的身後了。
這是一尊銅鑄的釋迦牟尼像，它鑄造於公元1321年，到現在已經有了705年的歷史。臥佛就是釋迦牟尼臨終前的姿態，也是佛教造像的常見題材。從這兒再往後的道路就不再開放了。至此，我們就逛完了卧佛寺的建築區。在離開建築群區域後，我們就在正门外不遠處看到了一處木牌坊，它也是卧佛寺的一部分。牌坊的一面高處題寫着妙覺恆玄，另一面题寫着智光重朗，但這並不是原版的物件，而是一座復建於1984年的古老牌坊。有了它，卧佛寺就有了完整的格局。我們根据林徽因先师所留下的資料得知，卧佛寺的文物價值并不止於現存的清式建築，而是全面維持了自唐宋傳承下來的格局。在具備這個大前提之後，它便不再只是一處普通的遊覽勝地，而是一處具有極高研究價值的古建築標本。這就是時間彼岸的蜃景。除了能為古建築專家提供獨一無二的素材之外，就算是不懂古建築的遊客來到此處，也照樣能在靜謐的院落中一窺千百年前的風韻，那便是一份獨一無二的體驗了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